所以说我们今天课程应该差不多，就是跟大家介绍，就是专利呢，它其实是有一些使用条款的部分，它就像我们可能常常会花一些 app 或是一些进行什么，我们看到使用条款可能不会很注意的看，常常就忽略掉它了，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这边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，就是整理一下，就是第一个，专利呢，它是自私的分享，等价交换。它的意思是说，我今天虽然说我这个权利是跟大家分享的，但是我今天想要获得这个独占权的时候呢，代价大于是我必须要完整的揭露我的技术内容，不能够偷偷藏起来，然后又想要一个很大的范围。另外一个是申请呢是需要等待的，但是你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们知道专利权呢，它在不管是新型或发明，我今天在取得一个实质的权利上，我必须要去等待官方的结果。这个结果不见得是好的，没有，我想应该每家事务所敢说我今天帮你申请专利就一定是包准的。当然新型专利例外，因为它一定可以拿证书，但实质上有没有效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再来就是专利的特性，就是在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，它就是属地主义。我们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依照各国的规定去做处理，并不是说我今天台湾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，各国就一定会适用，所以呢，才需要有国外代理人或者是事务所部分去帮你做这方面处理和沟通。那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一字千金，我们要知道专利范围的部分呢，每个字都是有它的价值的。专利范围规划的大小或者是好坏呢，对于日后权利的主张是非常有影响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可以跟事务所充分的沟通，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专利权它的内容到底是主张什么，它是保护什么这个部分。那最后是维护呢，是需要成本的。你想要拥有这个权利呢，你是必须要一直缴年费的。因为我也遇过有发明人提到说，我核准之后还需要每年缴年费啊，他以为核准之后就可以直接一劳永逸的。因为像商标好，商标比较特别，是我今天可能注册之后，核准注册之后呢，一缴就是10年的费用。但专利没有，专利是必须要逐年去做维护的。那当然像台湾比较好是可以一次缴多年这个部分，但这个费用是一定会发生，就是维护上它是需要成本的。那另外一个是捍卫你的专利权是需要手段的，就是你并不是有了专利权就没事的，你还是可能要时时注意你的竞争对手。那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，比如说发警告函啊，甚至是做诉讼的这些部分，才能够有效的维护你的权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制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所以各位假设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都可以把它打在聊天室上面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再跟大家做个回应的部分。我看一下哈，那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因为我看没有他要回答他们之前在那个表单上面的问题。表单上面的问题，因为我记得我们今天的课程应该是大部分都有讲到了。那所以假设或者各位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也可以说，比如说在后续的问卷部分都可以再告诉我们。那我们这边呢也会再回复给你们，只要你有留下一些可以让我们联络到你的一些资讯的话也行。那因为今天讲的时间也有一点超过了，所以说如果各位可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我们的课程就差不多到这边这样子结束。好，那非常感谢大家这次参与这个课程的部分，所以我们上面有个 QR code 的部分呢，大家都可以去扫描去做。
不管是对于课程内容上，或者是其他一些制裁方面是的部分都有想要了解的话呢，都可以再告诉我们。那我们这边收到之后呢，也会再回馈，就是再回复给各位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今天的大家应该已经有扫好这个 QR code 的部分了。好，那如果都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就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好，那谢谢大家。